我意外重生成了一只黄蜂，还是整个蜂群唯一的一只雄蜂。看着眼前各式各样的雌蜂，我幻想着今后的快活丰盛，心想着以后每天换着花样。下一秒突然又回到了我人类的身体。我本是一名宇宙前哨站的高级工程师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多数人类都进化成了新人类，而我作为唯一一个成为高级工程师的旧人类，不仅遭到了长官的针对，还受到那些新人类的排挤。身为新人类的他们身高都在2.5米以上，寿命也比我们旧人类高。虽然身为1.8米的我在地球不算矮，但在他们面前就像一个小土豆。这天，银河帝国公主微微登临前哨站，所有人都沉浸在公主来临的喜悦中，但与此同时，危险也在悄然来临。公主身为皇室血脉，不仅寿命更长，能活几百年，体内更是蕴含着对所有新龙族极具诱惑的星辰之力。因此，刚到达前哨站的公主就吸引来了一波新龙族的袭击。原本前哨站在建立之初拥有最完备的防御体系，完全有能与新龙一族一战的实力，但由于上百年的贪污腐败，防御系统也早已形同虚设。长官果断下令开启自毁装置，定时1小时，抛弃了公主等人，自己坐上逃生舱离开。而内行坐上机甲异于外敌的士兵，因为机甲根本没有装备攻击武器，一个个就如同飞蛾扑火一般。公主也在这时发现了他们撤离的逃生舱，逃生舱飞走了。可恶！这站长居然想让我们和新龙族同归于尽！离科，快想想办法！就在我路过时，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公主。得知原因后，我带着他们前往生产间，刚好生产间还存放着2艘还没来得及交付的逃生舱。我让他们2个先穿好防护服等我去设定一下目的地坐标。可当他们发现只有2艘逃生舱时，却打算将我抛下。等我回来时，他们早已坐着逃生舱离开了，居然抛下我走了。我身形又不大，就不能挤一挤吗？就在这时，飞船顶传来了异响，一头怪兽撞破飞船闯了进来。就在我被吃掉之后，再次睁眼，我竟然重生成了一只黄蜂。而这颗星球植被丰富，丝毫没有被污染的痕迹。下一秒，我突然被一群黄蜂围住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。这应该是蜂王诞下的第一只雄蜂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真可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能摸摸你吗？紧接着就被他们好奇的摆弄，一下子就被一群黄蜂团团围住，直到女王的亲卫到来，我才得以解救。你就是刚羽化的雄蜂吗？跟上来，我带你去见蜂后。眼见他们都飞了起来，我尝试着扇动翅膀，紧接着双脚往返离地，结果下一秒直接冲了出去，径直撞在了树干上。看见我这丑样，引得他们阵阵发笑。很快我们便来到了蜂巢，在风力队长的带领下，我们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蜂巢。不过我却发现这里工作的都是雌蜂，听他们解释才知道，原来蜂群3000只蜂，只有我一只雄蜂。一听整个蜂群只有我一只雄蜂，我就忍不住激动了起来。这么多的话，我身体也是受不住的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美梦就被叫醒了。怎么这么开心？是不是在想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不会是想着和姐姐们交往吧？你的野心还不小呢。虽然工蜂也是雌性，但有生育能力的只有女王大人，而你以后也只能和其他蜂群的蜂后生育，1年也只有1回哦。紧接着，我们就来到女王所在的王宫。我重生成蜂巢唯一的雄蜂，竟遭到族群疯抢。为了能够与我交配，泥蜂族将我绑架，偷偷关押在地底牢房，欲强行让我和他的小姐妹交配。此时正有2位虫族正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这是绝佳的机会。要是能引来黄蜂族，那泥蜂族的末日就到了。只怕赶走了泥蜂，又要沦为黄蜂的奴隶。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就凭我们，根本撼动不了泥蜂的统治。这时泥蜂将我关在矿区的最底层，想要借此逼我乖乖就范，但我可不想倒贴着老阿姨，直接朝她做了个鬼脸嘲讽。她很气，但又不能对我动手，毕竟还要靠我延续种族。紧接着便打算关我几天，让我尝些苦头。突然，小鹅跟月娥出现在我身后，没想到他们也被关在了这里，还有许多其他虫族。小鹅介绍道，这些都是地下矿区的居民，左边的毛虫叫毛毛，右边的叫臭春，这里的大家都很友好，也多亏了他们的照顾。此时的他们一看我是黄蜂，高兴的以为等黄蜂族来了，泥蜂就完蛋了。但我告诉他们，我其实是偷跑出来的，黄蜂族并不知道我被抓了，也就表示其他黄蜂应该是不会来的。我很抱歉帮不上什么忙，不过他们却并不在意，表示自己也只是发发牢骚，让我不要介意。这时枪甲从一旁走了出来，想让黄蜂族大军来也不是没办法，只要我们协助黄蜂大人逃出这里，便可以回到天空岛求救。下一秒，枪甲突然单膝下跪，恳求我能推翻泥蜂一族，解救他们脱离苦海。但我却心虚的表示我太弱了，不行的。可枪甲却十分坚定，吾等会舍命护送你离开。面对他如此坚定的决心，我更加心虚了，我真的能做到吗？此时小鹅突然叫醒了我，看着四周的虫族对我投来期盼的眼神，我决定为了他们拼一把。枪甲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在地下矿区出口处有泥蜂轮流把守，此时的花螳螂会在这里接应。枪甲打算以自身为饵，引开门口的守卫，然后让花螳螂带着我逃出去。不过这花螳螂的身姿还真是迷人啊！紧接着枪甲便开始了行动，洞口30头泥蜂，枪甲成功引走了15头，而剩下的15头就由花螳螂解决。紧接着他便纵身一跃，出现在了泥蜂守卫的眼前。还没等守卫反应过来，花螳螂瞬间一个划空斩，眨眼的功夫就解决了2只泥蜂。可刚刚的动静又引来了一群泥蜂，但花螳螂却迎面而上，泥蜂还没来得及出手，便被花螳螂通通解决。而此时的我才刚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，看见遍地被解决的泥蜂，我才知道原来花螳螂这么强。可花螳螂数了数地上的尸体，意识到不对，才14只，少了1只。另一边，一只泥蜂刚解完手，从厕所走了出来，结果就看到遍地都是被解决的同胞。见情况不对的他立马敲响了警钟。此时的我们顿感不妙，我重生成了一只黄蜂，还是整个族群唯一的一只雄蜂。原本在
在人类世界遭到人人唾弃的我，却没想到变成黄蜂之后竟成了香饽饽。不仅黄蜂族要和我交配，就连其他种族的蜂群都抢着要和我交配，还抓走我当压寨夫人，这我哪能答应？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。哦不，是蜂，可他们却打算强行和我发生关系，还把我当泰迪一样使唤。就在刚刚，我面见了女王大人，从她口中得知，原来我们黄蜂一族是这天空岛的一方霸主，蜂群里的大家都是血肉相连的亲虫，并希望我能好好的和大家相处，还特意嘱咐蜂莉要好好培养我。紧接着就带我到了天空岛的居住区，因为有蜂族的保护，所以这里成了整个天空岛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前往的过程中，蜂莉提醒我，在我到达1星级前千万不要离开这里，外面十分危险。将我送到一间房子后，蜂茫茫和蜂慢慢带来了一只飞蛾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我无聊，给我送来了一只宠物，结果这竟然是我的食物，说这是大补，让我赶紧吃了。叮嘱完我便离开了，这我可怎么下嘴啊？算了，先回房间再说吧。这屋子十分简陋，像是地球中世纪文明时期，不过反正已经重生成黄蜂了，既来之者安之，先好好睡一觉再说。下一秒，我的意识身处一个黑暗的空间，突然就被一道白光吸了进去，紧接着我就出现在了一个怪兽牧场，意识又回到了人类身体。看来得亏我当时被怪兽吞了，才得以从宇宙站的自爆中幸免，不过也因此丢了一条手臂，得赶紧给手臂止血杀菌才行。收集了木材之后，利用头盔罩引火，将绷带煮沸杀菌消毒，在没有药品的环境下，只能用高温将伤口烫平，这一下直接要了我半条命。突然，一只巨大的脚从天而降，是2头星龙族的怪兽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龙王这次伤得很重，需要吸取大量的血液，我们尽快找些新鲜尸体回去。只见他们挑选了一些怪兽尸体后，就准备驮着离开了，这也许是离开这里的好机会。我趁机躲在一头怪兽的嘴中，跟着他们离开了怪兽牧场。不过看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时，我彻底慌了，这是来到了怪兽巢穴呀！老赑屃，材料都在这了，快去给大王熬制龙泉汤吧。紧接着那老赑屃就往我这边来了，幸好他老眼昏花，没看见我，得趁机赶紧溜走才行。跑了半天，终于躲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，结果抬头一看，竟然跑到了怪兽的脚下，是人类！这里怎么会有人类？好像好好吃的样子。他跑了，快追啊！下一秒我就被一群怪兽追着跑，就在要被追上的前一秒，我突然想起了宇航服的安全气囊，打开之后，宇航服直接充满气骨成球。当怪兽踩中我时，我直接被弹了出去，径直飞向了老赑屃，掉进了他熬的龙泉汤里。他们刚想提醒老赑屃，但老赑屃已经走进了龙王的寝宫，他们则被门卫拦在了门口。这里是龙王的寝宫，怎么？你们想造反？不敢不敢！老赑屃的坛子里有人类，对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结果门卫一掌拍下，直接嘎了一只怪兽，怒吼一声滚，直接将那些怪兽吓退。原来就在之前攻占宇宙站时，龙王为了得到星辰之力，不惜硬扛宇宙站的自爆，以至于现在身受重伤。而在他养伤的这段时间，也是最虚弱的时候，很容易被人夺走力量。没想到我误打误撞的入侵了龙王的疗养舱，我原本是人人唾弃的人类，却在重生成黄蜂之后遭到疯抢。蜂群的姐姐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雄蜂，所以蜂群想要交配只能找我。原本我以为要在这里开始美满的生活，结果却被别的蜂群抓走当成奴隶，还逼我和他们所有的小姐妹互动。就在刚刚，我的意识回到人类身体时，意外的进入了龙王的疗养舱，结果再次昏迷之后，我又回到了黄蜂的身体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不是重生了，而是拥有2个身体。就在我为成为天选之子，从此要开启美女环绕的风声而高兴时，肚子却很不争气的饿，想起了昨天蜂莉他们给我留的食物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好吃的，结果竟是一只会说话的飞蛾。反正都成黄蜂了，来2口试试吧。尝了一口，一股生虾的味道，呸，真难吃。一听我嫌它难吃，这飞蛾还不高兴了起来，我都要死了，还要被嫌弃难吃，结果就开始哭了起来，哭得我吵死了。我直接把它打了出去，不吃你了，要哭走远点哭。这操作直接把飞蛾搞不会了，可刚以为自己自由时，还没走2步就被其他的黄蜂盯上了。快看，那里有只蛾子跑到城区来了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下一秒就把飞蛾吓得直敲我门，抱着我的大腿，求我送她回家，跟我说她妹妹会做花粉糕，要是我帮她回家，就让妹妹给我做花粉糕吃。我也是饿得不行了，就答应送她回家。等到她家门口时，发现她的妹妹正被一只泥蜂兽欺负，看见自己的妹妹被欺负，飞蛾立马冲了上去。这时妹妹才注意到自己的哥哥安全的回来了，看见飞蛾竟然活着回来了，泥蜂兽纳闷了，我不是把你卖掉了吗？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？身为食物就要有食物的自觉，逃避捕食可是重罪，我有权对罪犯进行处置哦。在他动手之前，我立刻制止了他，有什么事冲我王小峰来。泥蜂一看是黄蜂族的，立马吓傻了，瞬间就跪地求饶，不知他是黄蜂大人的朋友，还请大人原谅。我自己都没想到他跪的竟然这么决绝。听飞蛾给我解释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黄蜂族是天空岛的支配者之一，在天空岛没有虫敢得罪黄蜂族，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黄蜂族这么牛。紧接着我便下令让泥蜂离开，并警告他飞蛾是我的朋友，以后不许欺负他。但离开的泥蜂看我身边并没有带着护卫，下一秒就起了歪心思。与此同时的天空岛居住区，风慢慢他们发现我并不在房间，风力从门口的脚印推断我可能偷溜到了城区外。此时的我正在享受着飞蛾妹妹制作的花粉糕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悄然来临。下一秒泥蜂兽便又找了回来，身边多了一位1星级的天牛虫兽。你又回来做什么？奴家只不过想请黄蜂大人去我们泥蜂族的地盘坐坐。上吧，天牛虫，把我们的黄蜂大人请回去。原本我还自信满满，想着怎么说我在地球也是1打10的好手，在面对他袭来的攻击时，我一个纵身躲开了，
紧接着趁机给了他一拳，结果不论我怎么攻击，他都纹丝不动，就站在那任由我打。我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不疼吗？”下一秒就被一巴掌抓住脑袋，一把拾了起来，直接将我拍晕在地上，把飞蛾兄妹两人都吓坏了。天牛虫把他们几个都带走，想以不入流的实力战胜一星天牛虫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紧接着我便被他们带离了天空岛。在我迷迷糊糊醒来时，从飞蛾口中得知，我们正在被带去地面，而且地面住着危险的龙兽。在很久以前，龙兽入侵，虫族与龙族爆发大战，最后虫族战败，有些逃到天空岛，有些则躲进地底和海岛保命。我听他这么说，怎么感觉他们说的龙兽就是新龙族？虽然虫子很强，但虫子和龙的战争怎么想都不可能赢吧？而泥蜂族便是地底洞穴的 bug。话刚说完，泥蜂就来了，紧接着便把我五花大绑的带走了。这一路上看见了不少泥蜂抓来的奴隶，每个虫子看上去都伤痕累累。姐妹们，看我带什么回来了？下一秒，一堆雌性泥蜂虎视眈眈地看向我。黄蜂族的雄蜂啊，你把它带回来没问题吧？它是从天空岛偷溜出来的，我把知情的两只蛾子一并抓来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白白嫩嫩的，养上一段时间定是个帅小伙，到时跟他交配，说不定我们泥蜂族也能拥有王之力的蜂王。真是到哪都有一群母蜂追着我，谁会和你们交配？少臭美了。结果话刚说完，我就被甩了一巴掌。姐姐们有的是时间管教你，用不了几天，你就会主动来求我们的。我穿成虫族唯一的雄蜂，引起两大蜂群大战。泥蜂族为了拥有我的交配权，将我偷偷关押在地底囚牢。为了逃出泥蜂族，我联合地底居民计划逃跑。原本计划是臭春和毛毛放火吸引一波泥蜂守卫，枪甲出去将出口的守卫引走，而花螳螂负责解决残余的守卫，掩护我离开。可没想到意外漏掉了一名守卫，让他敲响了警钟。所有守卫听到钟声后，立马就赶了过去。这是泥蜂族最高警戒的警钟，任由毛毛和臭春如何缠着都没用。此时的枪甲意识到，看来是花螳螂那边出意外了，估计黄蜂大人那边已经被发现，这次只能硬碰硬了。可毛毛表示，这泥蜂族有不下百只虫，就凭你跟花螳螂两只怎么对抗？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为了后代永不为奴，枪甲就算舍命也要掩护我离开。此时一旁的小娥喊住了枪甲，他表示自己也想要去帮忙，可小娥的实力，枪甲并不认为他能帮上什么忙。毛毛和臭春也表示，我们的实力太弱了，去了也是拖后腿。但小娥说道，虽然我很弱，可小蜂却愿意和我做朋友，他身为尊贵的黄蜂，却愿意为了身为食物链底层的我赌上性命，那我又怎能因为自己的弱小，就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为我去死？听到小娥的一番发言，毛毛和臭春也都被感动了，立马就将底层的所有居民鼓动了起来，全都团结一致的要前去帮助我逃离。枪甲也对小娥的胆量十分佩服，收回了刚才说小娥没用的话，并希望她能助自己一臂之力。而此时的泥蜂一族正全力的搜捕我，幸好花螳螂抱住了我，躲在洞顶才逃过一劫，但此时的我却大脑一片空白。花螳螂落地后发现我怎么晕乎乎的，我立马表示自己没事，紧接着就跟着他往洞口跑。可刚到洞口，泥蜂族却早已等在此处。钟声一响，我就知道你们这群臭虫在打什么主意，想带着小黄蜂逃离，让黄蜂一族来对付我们，是枪甲那家伙的主意吧？枪甲他不是叛徒。花螳螂立马否决，紧接着便让我躲在他的身后，独自抵挡泥蜂一族的攻势。面对泥蜂的那些喽喽，花螳螂应对的游刃有余，可紧接着天牛就出手了。花螳螂的快刀丝毫砍不动天牛的盔甲，直接被天牛撞飞。还没等花螳螂站稳，又是一套猛攻朝着花螳螂而来。花螳螂刚想一跃躲开，立马就被天牛抓住，一把将其摔在地上，接着便是朝着花螳螂一顿乱锤。此时身受重伤的花螳螂已经无力抵抗，而我在一星实力的天牛面前，就如同待宰的羔羊。枪甲培养的一星虫倒是有点本事，可惜你对上的是要突破2星的天牛虫。紧接着泥蜂便亮出自己的毒针，刺向身受重伤的花螳螂。为了制服你，可损失了我不少的姐妹呢，把她送去育婴房，开膛破肚给宝宝们开个荤。入新的食物一定能孕育出更强大的战士，并让天牛虫将我关进笼子单独看管，等族群的小姐妹和我交配完，就可以将我除掉。没想到蜂族唯一的雄蜂下场竟如此凄惨。就在此时，一位泥蜂族的守卫慌张来报，地下矿区的居民全都造反了，现在已经从甬道打上来了。还没等他们说完，洞口立马就被攻陷。小蜂哥，我们来帮你了。花螳螂被击败，我成了待宰的羔羊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枪甲带着底层居民攻了上来。黄蜂大人，我们来帮你了。没想到弱小的他们竟然也奋起反抗了。不过泥蜂和天牛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姐妹们，这帮泥腿子不足为惧，都给我上！紧接着居民们便和泥蜂守卫打成一片。而在枪甲的2星实力面前，眼前的这些泥蜂小喽啰根本不堪一击，很快便打到了天牛虫的面前。你终于肯露面了，原泥蜂护卫队长枪甲大人。没想到看上去强大的天牛虫，在枪甲面前竟显得如此的小巧。紧接着枪甲就对天牛虫嘲讽道：这么久了，你这个现任队长的实力竟还是1星，只靠抓捕小孩可无法升星哦。这句话成功的激怒了天牛虫，放下我就准备和枪甲决斗。我立马就找到花螳螂，准备带他一起逃走，但花螳螂的伤势太重，已经无法行动了。小风，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我真没用，自以为是可以保护你，现在却动弹不得。自幼失去双亲的我就在矿区长大，发誓要保护大家的我，却因为一时疏忽让大家不得不冒死战斗。看着他如此自责，我朝他安慰道：花姐姐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底下矿区的大家就由我来守护吧。就在这时，泥蜂走了过来，
来，只见他伸出尾部的毒针，你哪也去不了，老实跟姐姐回去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下一秒，小娥和她的妹妹冲了出来，一把扑到倪风身上，死命的缠住了他。小峰哥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没想到小娥跟月娥都来了，我立马趁机飞走，得赶快回黄蜂族求支援。另一边，枪甲和天牛虫的战斗以一边倒的优势进行着，一星实力的天牛虫完全被2星实力的枪甲碾压。枪甲，倪风大人费尽心血将你培养成2星，你一点情面也不讲吗？只见枪甲一把抓住天牛虫，情面？为了培养我成杀人机器，偷偷处死我的家人，这叫情面？反倒是你，为了晋升，竟然亲手干掉了自己家人。下一秒，枪甲一脚将其踹飞。此时的倪风见情况不妙，立马让天牛虫不要恋战，赶紧去把黄蜂抓回来。而一旁的天牛虫被枪甲打的身体像要散架一样，十分艰难的才爬起来。眼见天牛虫前去追击了，枪甲立马准备拦截，却没想到倪风趁机偷袭，用毒刺刺中了枪甲。反应过来的枪甲立马将倪风甩开，可身体还是被毒素侵袭，已经开始麻痹。下一秒，一群倪风的姐妹围了上来，好厉害，中了姐姐的毒针还能动，这么强壮的身体不知道能承受多少剂量呢？姐妹们，给我好好招呼这位贵客。而此时拼命逃跑的我，正在被天牛虫追击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我灵活的一次次躲开他的抓捕，但他的速度太快，我根本甩不掉他。地上的花螳螂在为我担忧，小娥和月娥也在为我加油，臭春和毛毛也在坚持着，他们豁出自己的性命给我争取的机会。我必须要逃回黄蜂族寻求支援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胸前突然散发星光，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竟然升星了！我重生成了蜂巢唯一的雄蜂，却引起两方蜂巢的争夺大战。倪风族偷偷将我掳走，想强行与我交配，我联合被他们压迫的居民奋起反抗。可在我逃跑的途中，天牛虫追了上来，一拳将我拦下。此时的我胸前亮起了一丝星光，但身受重伤，已经无力再跑。你已经跑不掉了，乖乖跟我回去吧。可此刻想起曾经的种种不甘，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英雄，以为只要考上王星大学就能驾驶机甲打怪兽。之后我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，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。本以为我精彩的人生就要开始，结果不久后地球就遭到怪兽大举入侵，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为了让我能前往安全的王星生活。可花光积蓄的他们要怎么在一个被怪兽破坏的家园生活？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，故作轻松的教训我，还给了我一本记事本，让我将上面的目标全部完成，否则就别回来见他。可我心里很清楚，他之所以给我定这些离谱的目标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留在王星，别回地球了。可我到了王星才知道，这里的人全都看不起地球人，我小时候梦想的地方却当我是个笑话。让我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爸妈的嘱托。直到我重生成了黄蜂，我遇到了那些底层居民，他们就像曾经的我，为了他们，也为了能再见到父母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。下一秒，我身体散发星光，突然出现的星光令天牛虫大感不妙，这小子竟然突破1星了，但就算这样也无法战胜1星巅峰的我。可当我朝他袭去时，他感受到我身上竟然有星龙族的气息，因为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此刻另一具身体正在星龙王的疗养舱内吸收他的力量，而拥有星龙族力量加持的我，一拳便将他击飞，瞬间就令他失去意识。此时地上的人发现坠落的天牛虫，不敢相信我竟然能击败天牛虫，小峰哥太厉害了，竟然能击败天牛虫，这真是奇迹。而此刻倪风族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意识到不对后，立刻叫蜂群的姐妹追了上来。此时的居民们看见天牛虫被击败，顿时士气大涨，将那些泥蜂守卫打得节节败退。此刻我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刚刚突然涌出的力量是怎么回事，可我来不及多想，那些泥蜂守卫又追了上来。眼见天空岛就在眼前，只要再坚持一会就安全了。此刻另一边的天空岛上，风力正带人四处寻找我，这小子能跑哪里去了？突然一名黄蜂守卫来报，有一群泥蜂正往天空岛方向飞来。泥蜂怎么在这个时候？全体集合，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。这时我已经被泥蜂族追上，小东西，你还真是给我惹了不少麻烦。眼看天空岛就在眼前，我不甘心就此停步，想要再次用出刚刚击败天牛虫的力量，可无论我怎么使劲都没办法再用出那股力量。泥蜂族头领一把将我抓住，此时一个守卫顿感不妙，因为黄蜂族已经赶到，将他们团团包围了。你就是泥蜂族头领，为什么会跟我们黄蜂族的雄蜂在一起？请解释一下吧。泥蜂首领见情况不妙，立马解释道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们只是想招待一下这位黄蜂大人。我直接大喊救命，他们想绑架我给他们生孩子。下一秒，黄蜂族直接亮出武器，将他们带回天空岛。我重生成异界唯一的雄蜂，竟引起两族蜂群争抢，泥蜂族偷偷将我掳走，欲让蜂群的小姐妹跟我交配。幸好我联合地底居民反抗，这才让我逃出泥蜂族。与此同时的地下矿区，居民们都被泥蜂族逮捕了，就连枪甲和花螳螂都被抓了起来。我好怕，要是被拿去喂幼虫怎么办？没事的，说了小峰会来救我们的。你看那边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空中有一群人正在接近，大家久等了，我带着援军回来了。看到我安全的叫来了援军，小娥他们高兴的迎了上来。突然，小娥发现我胸口沾了的东西，我试了试想把它扯下来，可就是纹丝不动。下一秒，一旁的毛毛惊呼一声：“你胸口的东西是王印！”这一句话顿时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不过我还不知道王印是个什么东西。听小娥解释，据说只有拥有王者资质的怪兽，在得到宇宙意志的认可后，胸前便会出现王印，有了王印便能获得宇宙意志的独特能力。没想到是这么厉害的东西，搞不好当时击败天牛虫就是因为这个。我仔细一想，好像蜂族首领的蜂后妈妈胸前也有类似的东西。可是黄蜂的世界里只有雌蜂才能成为蜂王，我一个雄蜂怎么会有王印呢？这时风力一把将我薅了起来，把我带回了天
天空岛。臭春，你说小峰胸前的是王印吗？哪有虫兽突然长一个那么漂亮的疙瘩？十有八九是真的。紧接着，想要当面感谢一下我的枪甲和花螳螂两人姗姗来迟。突然，毛毛提出一个疑问：你说我们地下矿区要是有一个自己的王如何？毛毛一脸可怕的表情说道：不是泥蜂那样的，而是拥有王印货真价实的王。与此同时，我回到王宫后，跟蜂王妈妈说了这些天的经历，而我胸前的印记也令风力十分好奇。在得到蜂后肯定的回答时，风力一脸不可置信：雄蜂怎么能做王呢？女王却十分高兴的表示，可能是小蜂天赋异禀，被宇宙的意志祝福了吧。这时我有个疑惑问女王，地下矿区的虫兽那么可怜，我们能不能接管地下矿区？女王解释道，天空岛建立之初，残暴的泥蜂王抵抗龙族有功，所以才分得地下矿区土地。由于蜂族之间互不干涉，所以我们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一次如果不是他们有错在先，我们贸然出兵地下矿区，受到审判的就是我们黄蜂一族了。如今他们即将收到蜂族长老的审判，到时候地下矿区的归属也需要各族长老决定。那我有了王印，如果我能使用王印的力量，是不是就能庇护他们了？但女王觉得我现在羽翼未满，庇佑子民还太早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卫来报，蜂巢外有2个泥蜂族战士求见。泥蜂族在这个时候来是要做什么？等到了蜂巢外，竟然是枪甲和花螳螂泥蜂一族，尔等求见所为何事？枪甲表示自己是代表所有虫兽献上忠诚而来，希望小峰大人能够统领矿区民众，吾等愿誓死捍卫小峰大人。我一脸震惊，大家是患难与共的伙伴，怎么能效忠于我呢？枪甲却十分坚定，但我表示现在的我还不行，我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力量，请给我一段时间。见我已经给出了答复，女王便请枪甲和花螳螂离开了这里。枪甲也表示是自己太心急了，便离开了。回到地下矿区的枪甲将经过告诉了众人。毛毛听完说道，既然 A 计划失败了，那就只能实行 B 计划了。月娥好奇地问道， B 计划是什么？只见毛毛一脸得意地表示，当然是美虫计了，有我这个地下矿区第一美虫出卖色相，那小黄蜂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顿时令周围的人都无语了。我觉得还是再去问一次，当面问清楚。不错，在这里瞎猜也无济于事。此时的另一边，我的人类身体在龙王的疗养舱内醒来，一看自己在水里，我还以为无法呼吸，结果没想到在水里也能正常呼吸，而我原本失去的手臂竟然恢复了。这时疗养舱里的龙王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顿时吓了我一跳，我急忙游出了疗养舱。看来那怪兽受了重伤在休眠状态，没想到自己又多活了一天。这池水应该是怪兽用来恢复肉身的，真神奇，不仅给我恢复了手臂，感觉身体都得到了强化。吃过怪兽肉的都知道，怪兽肉富含能量物质，可一旦吃的太多，就会因为太补而七孔流血。我从龙王的疗养舱醒来后，本打算赶紧逃跑，结果正巧遇到有怪兽在门口把守，吓得我赶紧又躲了回去。没过多久，门口的怪兽打了个哈欠，紧接着我突然感到一阵震动，原来是那怪兽趴地上睡着了。我打算趁这个间隙溜走，可那怪兽面前的肉顿时馋哭我了。自从来到这里，我就没吃上一顿饱饭，但它这个碗都有15米高，我根本爬不上去。就在我盯着碗里的肉望眼欲穿时，那怪兽的嘴边突然掉下了一块肉渣，在怪兽眼里是肉渣，掉在我面前可不小啊！哦，大餐来了，我急忙捡了起来塞在嘴里，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又香又嫩，好吃的停不下来了。不知不觉就把肚子吃得鼓鼓当当的，结果下一秒身体就感到不适，肚子里突然感到一阵发烫，全身的气血开始沸腾，身体膨胀的就像要爆炸一样。紧接着我的鼻孔开始流血，下一秒鼻血直接喷射而出，我直接倒地晕了过去。再次睁眼时，就又回到了黄蜂的身体。一大早，风力便将我带到了天空岛的工蜂学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接受系统性的教育，不过并不是跟其他工蜂一起上课，而是由风力亲自教导。这时一旁的风慢慢提醒道，你可要小心哦，风力可是出了名的魔鬼教练，而且因为昨天的事他心情很不好。紧接着风力便摆出了架势，还在磨蹭什么？我要进攻了！下一秒就朝我攻了过来。集中注意力，我和风力的训练顿时引来了一群工蜂围观，而我竟能在风力的手下坚持这么久，也让他们震惊不已。小风这么强的吗？风力的进攻居然全部躲掉了，不可思议！这应该是小风羽化后的第一次训练吧？没想到突然就有一堆人在旁边给我加油。突然我抓住一个间隙，对风力进行了反击，不过却被风力挡了下来。不错嘛，还有余力反击，这么说是还没到极限，把你的本事都使出来吧。下一秒他就突然加快了进攻速度，没过多久我就招架不住了，但我的表现却令风力十分满意。你的身手很灵活，判断力也很好，着实让我惊讶。周围的工蜂学员也十分佩服我，竟然能在风力手下坚持这么久。我也是没想到，作为人类时在武校学的东西，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紧接着，风力便带我开始了第2阶段的课程，来到了天空岛的外城。只见外城周围有几只一星的角龙兽，原本我以为怪兽和昆虫的尺寸相差会很大，不过现在对比了一下，没想到这个星球的虫子都这么大。这时看到龙兽的风力，正好利用它们来当做我第2阶段的教学素材，于是便让风慢慢和风茫茫给我做个示范。我还担心他们会不会有危险，但风力却一脸轻松的表示不用担心，你仔细看好了。只见风慢慢和风茫茫并没有直接出击，先是发动了星力着装，随着一道星光乍现，他们2人的身上都装备上了武器和铠甲，紧接着才对龙兽发动了进攻。风茫茫先是发动了穿刺突袭，一把刺中龙兽，感到刺痛的龙兽发出一声哀嚎，立马进行了反击，对空中的风慢慢发射了脚炮。风慢慢见状随即发动毒针，将龙兽的脚炮一一挡了下来。他们的战斗直接看呆了我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风力解释道，所有的虫族通过自己的修炼都只能到3星，但是只要效忠王力持有者，就能通过链接虫王发挥出超越自身数十倍的力量，而你的任务
就是3天内掌握新装，并击败一头异星龙兽。经过风力1个月的特训，我彻底掌握了新装之力，并获得2项技能：空间支配，可以与感知范围内的任意对象交换位置；国王财富，能够使用任意一个子民的能力。只是这个状态我现在只能维持5分钟，不过只用1个月时间就掌握已经很不错了。完成今天的特训之后，风力便将我带去风族长老会。听说那些长老很想见见我这个拥有王力的雄风。到了王宫的议事厅，确实除了我之外全是雌蜂。蜂王妈妈让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：“你就是传说中拥有王印的小雄蜂吗？老身要是能年轻点，一定能跟你生出最棒的宝宝。”这句话直接给我惊呆了。紧接着迎面走来一位蜂王，她是雄蜂族的女王，身边还跟着一位出生不久的小女孩小蜂，这是蜂族的另一大分支，雄蜂族的女王和继任者。只见她彬彬有礼地跟我们打招呼：“微微见过黄蜂女王陛下。”“你好，小蜂，我在族中常听别人提起你。”我也礼貌地回应了一下她，不过她这名字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。2位蜂族女王也在相互打了个招呼后，便让我带着微微去四处逛逛，然后我便带着微微去后花园玩。等我们离开后，雄蜂女王才露出一脸憔悴，原来她在之前与龙兽的大战时身受重伤，现在已经时日无多了，只希望微微能在她倒下之前成长为合格的继任者。紧接着各位长老便商讨好了如何处罚泥蜂一族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2位女王能够从轻发落。泥蜂一族罪不可赦，即日起将被永久驱逐天空岛的范围之外。听到如此严重的处罚，泥蜂族长不敢置信，自己只是绑架了一只小雄蜂而已。小雄蜂？你绑架的可是天空岛未来的第3位王者。听到这话的泥蜂瘫坐原地，那个雄蜂怎么可能是新王？雄蜂怎么可能做王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此时的王宫后花园，我正带着微微欣赏这里好看的花，紧接着我摘了一朵花给她，她接过花，还以为我是要跟她表白，结果我只是跟她说这是红面包花，很好吃，让她尝尝看。小鬼，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？我看她一脸不满的表情，还以为她这是生气了。接着她便提出要玩游戏，可就在这时，城门外来人要见我，是小娥他们。对不起，微微公主，他们是我朋友，我能失陪一会吗？紧接着我便去找他们了，把王族继承者的我抛下，去招呼几个平民，真是奇怪的家伙。女王在处罚完泥蜂族之后，我便找了过来，封后陛下，我是来向您辞行的。辞行？你是怎么了？又是叫我封后陛下，又是辞行的。我想离开这里，建立一片自己的领地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见我决定十分坚决，蜂王妈妈一把将我抱了起来。小蜂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蜂王妈妈很喜欢这样的小蜂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帮助你的朋友们，如今你也能够掌握王力，可以独当一面。去吧，孩子，不要忘了这里是你永远的家。想妈妈了就回来看看我。这时枪甲和花螳螂也来接我了。王，我们来接您了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哦。我会的，蜂王妈妈，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拜别之后，便跟着枪甲他们离开了。风力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做父母的感觉，能再拜托你一件事吗？而这时离开的微微却露出一丝异样，那家伙还真喜欢说大话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他偷听了我和枪甲等人的谈话。我和枪甲他们决定要在天空岛的范围外再造一座新城。虽然枪甲等人难以置信，不过我这段时间和龙兽战斗了无数次，有了王力加持，他们也并非无法战胜。所以为了不再沦为他们的食物，必须拥有自己的新城。而微微听到这些后，只认为我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家伙。升级了，升级了！枪甲和花螳螂都拥有了新装之力，并打算在天空岛外建立一座城区。但就在这时，遇到一群龙兽正在侵略牙牙兽一族，我立马带着枪甲和花螳螂前去救援。不许你们欺负我的子民！一道星光乍现，我们闪亮登场。大嘴鸟，你的对手在这里！奉我为王之后，黄螳螂和枪甲也拥有了新装之力。那群龙兽见状，朝着我们就袭了过来。只见枪甲摆好架势，正面接住了龙兽的冲击，紧接着一把抓住龙兽，将它直接甩飞出去。而另一边的花螳螂一瞬间便解决了一群龙兽，拥有新装之后，它的能力也变得更强了。就在这时，被花螳螂击杀的龙兽要砸向地上的蚜虫兽，花螳螂一惊，糟了！关键时刻，我使用枪甲的力量，没关系，交给我。先用空间支配之力与蚜虫交换位置，紧接着面对迎面而来的龙兽，我调用枪甲的巨力，一把接住了落下的龙兽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呀，谢谢虫王大人。然后他们便带我们来到了牙虫村落。虫王大人是来收复这片沦陷区的吗？不，我是来接你们走的。我要为大家开辟一个更安全的居住区。这几天我们把天空岛周围的地带勘察了一遍，发现天空岛附近有一片地区最适合居住，不过那周围有龙族活动的痕迹，要更加深入调查的话会有极大的风险。就在这时，枪甲突然想到，要是调查的话，有一族或许能够提供帮助。我疑惑地问他们，但花螳螂只是跟我说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紧接着，枪甲带我来到一个龙兽粪便的面前，说是他们一族很喜欢。下一秒，空中黑压压的一片朝着这边而来，原来是银族朝这边来了。只见他们一个个都扑到龙兽粪上，看得我直接心里不适。这不是枪甲吗？你有事找我？银族族长，我们的王有事想拜托你。有王印的小黄蜂，你们的王不得了啊！只见他将手上的粪舔干净后，便伸手要跟我握手。你好呀，小黄蜂。我只能强忍着心里的不适跟他握手。能为黄蜂大人做事是小人的荣幸，不是我吹，只要尝一口对方的粪便，性别、种族、年龄、实力我都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我表示希望他能帮我调查东边湖泊周围的龙兽。银族族长信誓旦旦地表示包在本族长身上，紧接着便带着族人前往东湖调查。在他们离开之后，我立马就到湖边洗手。
可感觉我不管怎么洗，手上还是有味道。就在这时，臭春和毛毛找了过来，听说我要建立新区，地下矿区的居民都来帮忙了，有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就来的，也有没成年就来的，还有带着厨具就来的。这要是跟龙族对抗，完全就是龙兽的口粮吗？就在这时，风力等人突然出现，看到他们来，我十分高兴，但也感到意外。原来是蜂王妈妈担心我，派他们来保护我，并带着黄蜂族第5支队，共300只黄蜂前来。小风，这支队伍将由你来指挥。风力与花螳螂爆发争端，与龙兽的战争迫在眉睫。可矿区居民的战斗力，就连枪甲的一击都无法招架。这些天枪甲一直在训练他们，但始终没有什么变化。风力也表示，矿区的虫族很难派上用场，还是由我们黄蜂族全权负责吧。听到这话的花螳螂不乐意了，你们黄蜂族固然强大，但我们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着。努力有用，那要天赋干什么？我期待着你们溃不成军，求我帮忙的样子。刹那间，两人之间的火花四溅，女人之间的战斗太可怕了，我可惹不起。随着营族族长打探到消息，东湖地区有将近20头1星龙兽，并且首领霸龙是1头3星龙兽，实力可怕。紧接着我便根据情况宣布作战计划，每天对霸龙一族的行动路线进行调查，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伏击，利用绳子牵制住尾部的1星龙兽，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用套索将其他的1星霸龙控制在原地，然后由实力强大的黄蜂族将他们逐个歼灭，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尽快歼灭所有1星龙兽。而那头3星的霸龙首领则交给风力和枪甲牵制。只见风力直接亮出星力着装，与枪甲联合对付霸龙首领。另一边，我调用花螳螂的力量，尽快的解决1星龙兽。但没想到，同样的一击，花螳螂解决了龙兽，而我对付的龙兽却没事。原来虽然我能调用花螳螂的技能，可自身的力量上还是有差距，还得强化自身的素质和技巧才行。不久后，1星的龙兽已经全部解决，紧接着便打算前去支援枪甲和风力。这时的枪甲与霸龙首领战况激烈，只见霸龙首领一招龙息炮将枪甲击飞数米，风力见状紧忙支援，可并没有对霸龙首领造成实质性的威胁。我听说曾经黄蜂族都是全员5星的可怕种族，怎么现在都是你这种货色？霸龙首领一边嘲讽着，一边对着风力出招。面对霸龙首领的攻击，风力也只能勉强招架。霸龙首领像似在戏耍风力一般，一脸玩弄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枪甲趁机偷袭了霸龙首领一拳，可霸龙首领却看上去不痛不痒。紧接着收拾完1星龙兽的其余成员前来支援，但霸龙首领丝毫不慌，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甩尾，便将前来支援的成员统统击溃。枪甲和风力见状，立马将我拦住。虫王大人，你还不是他的对手。霸龙首领一脸嚣张的表情，别急，收拾完他们2个就轮到你了。没想到枪甲和风力联手都打不过3星龙兽，再这样下去迟早要输。枪甲是肉盾型战士，适合正面作战，风力则是攻守兼备型，没有明显的短板。问题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配合，若是加上擅长攻速的花螳螂和远程支援的风漫漫，以及擅长突袭的风茫茫，大家配合起来，局面一定能大大改善。我立刻喊住他们，我有办法打败3星霸龙了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优势配合作战。紧接着我开启枪甲模式，只要每个人都发挥自己最突出的能力，那么叠加起来，我们就是无敌的。3星龙兽太过强大，枪甲和风力联手都不是对手。不过我却有了妙计，只要大家配合起来，发挥自己擅长的能力，就有机会打败3星龙兽。枪甲作为肉盾，在前面抵挡住龙兽的攻击，不过龙兽的力量确实强大，枪甲支撑的也十分吃力。再由风力配合枪甲干扰霸龙行动，风漫漫用毒针麻痹霸龙，紧接着风茫茫和花螳螂利用速度优势突袭霸龙要害，但霸龙根本不放眼里，直接将枪甲压制住。风力见状立马支援，一招斩击朝着霸龙袭去，将霸龙从枪甲身上击退。紧接着风漫漫对霸龙发出毒针，风茫茫随后一击突刺，这招配合的十分奏效，可还是没能击败霸龙。3星龙兽果然强大，不过联合作战也让霸龙消耗了不少体力，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了。就在这时，花螳螂趁机偷袭，霸龙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招划空斩，但也只是让霸龙受了一些皮外伤。霸龙一怒之下，一掌拍向花螳螂，我立马用空间转换技能和花螳螂交换位置，用枪甲形态硬扛了霸龙的一击，成功的救下了花螳螂。紧接着霸龙又使出龙息，朝着空中的风漫漫袭去。就在风漫漫要被击中的瞬间，我再次使用空间转换和他交换位置，自己又是硬扛了霸龙的一招，结果浑身被烤得焦黑。可没等我休息一下，风漫漫又朝我求救，结果又是我硬扛下伤害。不过风茫茫，刚刚那一击你明明躲得开吧？哎呀，虫家也想感受一下被保护的感觉吗？合着当我是肉盾是吧？这时霸龙见状不妙，想要逃跑，哪冒出来个皮糙肉厚的小怪物，自己扛下我所有的攻击，再这样下去早晚被他们磨死。花螳螂见状立马拦住了他，下一秒霸龙就撑不住了，立马就向我们求饶，东湖的地盘我不要了，只要你们放过我，我保证今后永不招惹虫兽。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龙兽的报复心极强，一鼓作气干掉他。紧接着枪甲一把制住霸龙，直接将霸龙丢了出去。风力和风茫茫一招合击，终于将霸龙击败。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以零伤全灭3星龙兽群，这在黄蜂与龙兽的战争史中也是绝无仅有。如此优秀的洞察力，这真的是一个羽化不久的黄蜂能具备的吗？
哼，轻轻松松，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中。小峰好厉害，轻松解决3星龙兽，怎么不理我了？哎呀，虫家知道错了，就原谅我吗？将东湖拿下后，我便让矿区的居民们来选住址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了。这是天空岛范围外的第一块虫族领地，大家可以随意挑选一块土地建造新家。下一秒，众人就纷纷去抢土地了。快跑快跑，跑慢了好地方就要被选走了。这一个个的完全不顾我的死活呀！另一边，在星龙族的巢穴内，我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到人类的身体，每天偷偷食用星龙族的食物。这段时间食用他们的食物，让我的身体素质提升不少，真是收获满满啊！而且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了他们的另一块宝地，这里堆积着大量的科技残骸，而且还有不少能用的零件。突然，一道声音传入我耳边。谁能想到原本高高在上的公主，现在竟然要对我以身相许了？二话不说就开始扒衣服。就在刚刚，我还在收集材料制作洗衣机时，突然听到有人类的求救声。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之前那个帝国公主微微。公主一听有人来了，立马求救：喂，人类，我是银河帝国第133位公主微微，我现在命令你救我出去，我可以给你50万星币作为报酬。一看是她，我顿时无语了。刚刚还哭哭啼啼，一看有人来就换了副嘴脸，想都不想的就转身离开了。我看了看之前爸妈给我的任务，交到100个朋友和1000平的大房子都完成了，没想到之前遥不可及的任务，在虫兽世界里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2个，不过剩下的2个任务就难办了，总不能娶一个虫兽回家见父母吧？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一个恶魔说道：女人的话，这里不就有一个县城吗？那个公主吗？不行不行，当初我好心救她，她直接弃我而去，这么歹毒的女人绝对不行。再说了，她有几千年的寿命，等我嘎了她，不得天天给我戴绿帽子？你仔细想想，万一她当时是有什么隐情才抛弃你，你因为误会见死不就忍心吗？再说这龙穴里就你们2个人类，你救了她，就算不想发生什么，那她呢？我想了想，恶魔说的话好像说的也对，紧接着我便找了根绳子去救她。喂，快抓住绳子，我拉你上来。微微一上来就开始道歉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懂事，不用说了，把手给我。结果当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后，顿时就被吓了一跳，差点又摔回到坑里，还好我一把拉住了她。抓紧了，我拉你上来，龙兽都在休息，不要发出声音。紧接着我便给了她点吃的，她直接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来喝口水，别噎着了。微微说了声谢谢后，立马接过水就大口的喝了起来，看样子她在这没少受罪。我好奇的问她，为什么那些龙兽会把你圈养在这里？可她却支支吾吾的不愿说，我便也不多问了。接着我就去再给她拿点甜品吃。这时她因为之前将我抛弃，现在还能救她的事而感到内疚，紧接着便脱下自己的上衣。我见状立刻就捂住了眼睛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虽然我是有这个计划，但进度也太快了吧。只见她胸口露出一个印记，说道：这是我的王族印记，拥有这个印记便有资格继承银河帝国。原来她是要给我看王族印记啊，我没想到人类居然也有印记。她解释道，怪兽吃掉拥有王族印记的人类实力会大幅增强，所以当时吸引来了许多怪兽来攻打前哨站，自己当时因为太害怕了才会抛下你逃跑，逃离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我听完立马就将她的衣服拉了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过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吗？微微毫不犹豫地答应道，是的，只要能带我活着出去，你想要什么都是本公主一句话的事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全力保护你的。紧接着我拿出一份沙冰给她，吃甜品吧，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。微微疑惑道，你哪来的冰块？我指了指一旁的冰箱，附近恰好有个谢凯坟场，我就找了点零件做了些家用电器。微微听完立刻激动道，就是这个，快带我去，说不定我们有机会离开这里。紧接着我便带他来到了谢凯的坟场，眼前的这些都是5星级以上的谢凯，虽然全都残破不堪，但是应该能凑一台逃离这里的谢凯。然后就激动地跟我说，小峰，我们用这些零件做一台新的谢凯吧。我立马就转身离开，开什么玩笑，这些零件少说都要几千斤，我又不是怪兽，拿什么搬运？我的人类身体竟然被小娥发现了，没想到我的身体在小娥面前显得这么小，就像她手里的玩偶。原本我的黄蜂身体受了伤，我尝试使用空间支配和人类身体交换，没想到竟然成功了。对比人类身体，虫兽世界就像是巨人国一样。也恰好这时候小娥前来照看我，就碰巧被她发现了。她好奇地将我带到妹妹面前，像玩偶一样摆弄我的人类身体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我们的虫族又加入3名成员，但他们却并不服气枪甲，主动来找枪甲等人挑衅。你们连虫王都保护不好，趁早交给我们来照看的好。不错，虫王还是交由我等来照看更为稳妥。既然几位执意阻止，那便只能得罪了。下一秒，枪甲和花螳螂便准备迎战。只见青赤以极快的速度绕到花螳螂身后，紧接着使出金属翼攻击花螳螂，花螳螂也立刻亮出螳螂刀接招。而另一边，象甲朝着枪甲而去，脸上的钻头急速的旋转起来，但却被枪甲一只手就抵挡了下来。毕竟1星的实力在2星的枪甲面前，还是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不过这招还是有点实力的，竟让枪甲的手上磨破了点皮。就在这时，枪甲手上的血液竟然被吸走了。原来是彩纹，有着吸血和闪现的技能，吸完血却表示实在难喝，还是龙兽的血要好喝得多。而一旁的栈道上，风力和风茫茫等人却看得不亦乐乎。此时的另一边，我好不容易和小娥解释清楚情况，她也相信了我就是小峰本人，只是为什么变成人类的身体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毕竟总不能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吧。恰好小娥带着我来到了枪甲他们争斗的现场，我们跟臭春他们询问了情况，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发生了争斗，不过再打下去可能要出事，我得赶紧阻止他们。紧接着就赶紧睡了过去，意识再次回到了黄蜂的身体。原本受伤的身体在龙兽的池水里泡了一会之后，就已经恢复
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而且心力也补满了，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接着我再次使用空间支配，回到了虫兽世界。我以虫王的身份命令你们立即停止同类相残。那3名新加入的成员见我出现，立即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紧接着便恭恭敬敬的来到我面前拜见我。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3个是听说了我的事迹来投靠我的。不过我却很好奇，他们是从哪听说的？结果他们就拿出一张传单，上面写着我为灭尽龙兽，夺回虫族故土，现在广招贤士。可是我并没有发过这样的传单啊。接着便转身问毛毛和臭春枝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们还支支吾吾的想要隐瞒。结果下一秒就有人来报信，说是传单发完了，问毛毛还要不要再印一些，直接就将他们2个暴露了。而且不止传单，他们竟然雕刻了我的雕像。见事情败露，2人灰溜溜的就跑了。我也是对这2个家伙无语了。没想到堂堂新龙王现在却成了我的盘中餐。在多年前，花螳螂的父母死在龙兽的入侵时，幸好当时受到枪甲的救助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，但父母的死亡历历在目，导致花螳螂现在经常做噩梦，又是这个梦。不过现在在我的领导下，矿区的居民生活也得到改善。由于之前与3星龙兽的一战，现在我们一族的名声越来越大。今天又来了一群虫兽投靠我们，而我来者不拒，都会妥善安排。不过越来越多的虫兽来投靠我们，也就说明前线的战事越来越激烈了。虫兽每5年就会招募2星以上虫兽前往前线对抗龙兽，并由5位虫王镇守。黄蜂王和雄蜂王负责镇守东部地区，独角王和敲刀王负责镇守北部地区，而西部地区由势力最大的黄王单独镇守。虽然虫王的实力都很强，但虫王们面对的龙兽更是为恐怖的6星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都被龙王赋予了可怕的力量，而且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更可怕的怪物。到了明年虫兽招募，枪甲他们也要前往前线了。我看着他们说道，我也会努力变强，到时候一起去前线。这时锋利就说道，这么想变强，那明天开始加强训练强度吧。我尴尬的表示，就没有快速变强的方法吗？你就这么不喜欢我的训练吗？不过想快速变强确实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食用高阶龙兽的肉，实力越强效果越好。而且这次获得的3星龙兽和1星龙兽肉，应该也能培养出几名1星虫战士。这时我想到，高阶龙兽肉我不就在龙兽巢穴吗？人类身体这边经过几天的谢凯零件收集，材料和能源都很充足，不过我只负责过谢凯的维修，不了解具体的构造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了微微的尖叫声，新龙王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疑惑到新龙王，他指了指一旁的血池，原来是受伤休养的那头龙兽。我让他放心，这龙兽在这里都泡了1个月了，膝盖都没长出来呢。不过也确实不能放任不管。仔细想了想，这新龙王不就是现成的高阶龙肉吗？于是我自信地向微微保证，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不会让他恢复过来的。只是你可以放开我的手臂吗？这时的微微反应了过来，脸红的躲到一旁。真是的，我都在干什么呀？我可是微微公主，怎么能像个小女孩？紧接着老乌龟又来补充血池的药剂了。治了这么久，龙王的腿伤想必马上就能恢复了。结果下一秒，不仅伤势没恢复，就连腿都不见了。老乌龟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，只是以为自己的药量可能不够，又回去准备加强药量。但其实龙王的腿是被我偷走了，不知道这个龙王到底有几星，只能先尝一块试试了。可是就在我吞下一口龙肉后，身体顿时感到不适，一道星光在我房间炸开，龙兽大军逼近，防线全面失守，雄蜂族全员殉国。而就在此时，我食用龙王肉后，成功进阶2星。这时听到动静的小鹅2人赶了过来，小峰哥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没事，抱歉，把这里弄得一团乱。升到2星后，我就连体型都发生了变化，而我1个月就升了2星的速度，也是令小鹅震惊不已。此时风慢慢等人正巧在森林边缘发现了一个受伤的雄蜂。据这个雄蜂战士来报，4龙将之一的涛盛率领大军突破峡谷，第1道防线已经失守。锋利等人都被这个噩耗震惊，情况紧急，他立刻就派兵通知女王，并让居民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。灰岩峡谷本是虫族最强防线，但由于雄蜂女王曾受重伤，导致战士新装时间缩短，实力大减。就在这时，我否决了锋利的撤离指令。我们好不容易夺回的土地，为什么要放弃？要是就这么放弃，那些投奔过来的虫兽又有什么理由跟随我？虽然很不甘，但是面对3星龙兽大军，我们根本没有抵抗之力。毛毛他们也表示，反正大家都习惯了，等龙兽走后再回来就是了。但我坚决不走，我不允许龙兽肆意破坏我们的家园。锋利只觉得我这是在任性。我也知道正规的龙兽大军跟之前面对的完全不一样，可该从这片土地离开的是他们。于是我便下令，让毛毛他们将有战斗意愿的虫兽都召集起来。小鹅、月娥，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1个月能连升2星吗？跟我走，我来告诉你们答案。紧接着我便将我得到的龙王肉炖汤分发给了底下的虫兽。锋利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肉汤，而且这里的虫兽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，都无法和涛盛大军相提并论。就在他边觉得我是被之前的胜利冲昏头脑，边吃下手中的肉汤时，身体突然感受到一股能量。而此刻，所有的虫兽都向我看齐。诸位，请听我说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受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也受够了自己的同胞被龙兽肆意屠杀。这片土地下沉睡的是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我会把入侵这里的龙兽全部赶走。现在愿意跟我走的，就把这肉汤喝下，我们共赴沙场。就在所有人都跟着喝下肉汤后，身体突然感到一阵能量，臭春竟直接升到1星，而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提升了1星，枪甲更是直接从2星升到了3星，锋利等人也是如此，原本1星等级的也直接升到了2星。所有人瞬间士气大涨，全都朝着龙族大军进发。可所有人都是飞着前往，却留下了不会飞的毛毛在原地。可恶，我要是也会飞就好了。
龙兽大军肆意入侵，居民被屠戮殆尽。我率领虫族战士前往支援，但照现在的行军速度，等赶到时村落都被毁了。我立马询问了青赤他们拥有什么能力。此刻的峡谷村落正被龙族大肆入侵，一只虫族居民跪倒在龙兽面前，恳求龙兽能放过自己的妻女，但龙兽却表示，你一个人只能换走一个，你决定想要留哪一个吧。就在虫族居民纠结之际，龙兽却替他做了决定，今天我不太饿，就先吃小的吧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我调用了青赤的神速能力赶来，紧接着切换枪甲模式，一拳轰飞龙兽，并救下了掉落的虫族居民。幸好赶上了，这里有我对付，你们赶快离开。这时反应过来的龙兽缓缓起身，是哪个部长演的？我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，为什么要毁了这个村子？你们现在可以死了，就凭你，区区一只2星虫，你好像搞错了，是我们。当龙兽大军看向天空时，无数如流星一般的光芒蜂拥而至，所有战士都开启了新装模式。龙兽头领没料到竟然还有一支虫族大军，但也丝毫不放在眼里，立刻便下令将他们通通杀光。两军大战一触即发，5200头虫军对战870头龙军，而锋利和枪甲见状立刻将我护在身后。可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从前懦弱的我，纵身一跃便投入了战斗。虽然我们虫族有着数量上的优势，但龙兽的实力却更加强大。只见3头3星龙兽将锋利和枪甲围住，可恶！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另一边我调用了青赤和花螳螂2人的能力，神速配上快刀，如同收割机一般，所过之处片甲不留。没想到能力的结合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就叫这割草机模式好了。就在我大意之际，龙兽头领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一道雷电之力结结实实的击中我。你就是虫军心力的来源吧？杀了你！这只虫军自会崩溃。这是一头3星龙兽，天狗龙，而且他已经掌握了雷电之力，看来是3星巅峰，即将进入4星。只见他一脸玩味的看着我，小子，心力元素化可是即将4星的标志，你小子受死吧！紧接着便再次朝我袭来，幸好我躲闪得快。龙兽头领见这招没能命中我，便又使出一招雷杀枪。据他的小弟所说，这招拥有锁定目标的效果。就在他认为我必死无疑之际，下一秒就被我的空间转换调换了位置。只见那雷杀枪直接命中了他的小弟。虫族与龙族的大战爆发，我率领虫族赶完前线，抵挡龙兽大军。但龙族大军的实力着实强悍，在面对一头3星龙兽时，枪甲发动巨大化技能，与一头3星龙兽对战。此刻3星龙兽被枪甲完虐，眼看自己再挨上几拳就得一命呜呼，立刻蜕皮逃生。我可没那么容易对付，这家伙的肉体天赋太强，不能跟他硬碰硬。只见他转身就开始打洞，钻到了地底。枪甲还以为他这是打洞逃跑了，结果下一秒龙兽就出现在他身后，趁机偷袭枪甲，一口咬住枪甲左臂。但枪甲拥有坚硬的护甲，无法轻易破防。龙兽见状，直接开启死亡翻滚。反应过来的枪甲立马一把甩开了龙兽，可还是让龙兽得手，咬下了枪甲一片护甲，紧接着又躲回地洞里。只见这时枪甲的周围布满了地洞。此刻的另一边，锋利正和另一头3星龙兽对战，这头龙兽竟能发射身上的突刺，朝着锋利射去。锋利立马用手中的星光盾抵挡，紧接着趁龙兽的攻击掀起的尘土，从中冲了出来，朝着龙兽袭去。但没想到龙兽竟然用自己的尾锤朝着突袭而来的锋利砸去，锋利只好中断突袭，用盾挡住尾锤，瞬间又被击退数米。这头龙兽的力量和攻击范围都在锋利之上，短时间内锋利也束手无策。与此同时，几个2星虫族联合对抗一头3星龙兽，可这头龙兽仅仅只是在半空中掀起了风，就让他们寸步难行。可笑，区区几个2星的虫子也敢来挑战我。紧接着一个俯冲尾击就将他们击散，几人完全不是这头龙兽的对手。虫子们再卖力些，老子还没尽兴呢！可恶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小风会有危险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头龙兽被击飞到几人中间，几个龙兽一惊，这不是负责指挥2星龙的孔爪吗？怎么会如此狼狈？只听他奄奄一息地说道：“小心那几头2星虫。”紧接着，青赤几人出现，这不是黄蜂族的小队长和矿区的家伙吗？几位似乎陷入了苦战啊！那3头好像是3星龙兽啊，正好拿这几头龙兽过瘾。没想到这些2星实力的虫族竟成为了3星龙兽的克星。只见这群龙兽蜂拥而上，几个2星虫族也顿时提起兴致。小妹，哥哥们今天就让你尝尝3星龙兽血的滋味。见几人直接冲了上去，锋利立马提醒让他们小心，但一旁的彩文却让锋利放心，表示我们可是对付龙兽的专家。这时青赤对上了空中的龙兽，那头龙兽再次使出了赤风，可对青赤而言，这点风根本不足挂齿。紧接着一刀刺向了龙兽，虽然成功命中，但对龙兽而言，这点伤根本不足挂齿。不过青赤却表示，这点伤已经足够了。只见这时龙兽的血液不停地流失，原来是彩文控住了这些血液，并用这些龙兽的血液制作出了奇怪的东西。紧接着他将这些血液附着在了锋利等人的武器上，下一秒锋利等人的武器都被染成红色。原来这是彩文的新装能力血骨，能够附着在武器上，加速伤口血液的流失，这样就算不是受到致命伤，也能令龙兽渐渐死亡。反应过来的龙兽立刻下令先解决掉彩文，彩文立马就表示自己只是个辅助类，不善战斗，直接躲到了后方。这时锋利面对刚刚吃力的龙兽，丢下盾牌后决定不再防御，而是全力进攻。只见他转换成进攻形态，赌上黄蜂一族的荣誉，觉悟吧龙兽！下一秒龙兽再次使用尾锤朝他袭来，
锋利一个闪身躲避，跃到了龙兽的头顶。这时龙兽立马使出剑炮招架，而锋利十分轻易的就利用长枪避开，丢下盾牌后，他的速度提升了不少，直接一刀劈中了龙兽，紧接着龙兽便倒在地上，锋利立马又补上几刀，之后便将这头龙兽留给彩文处理，自己准备前来支援。彩文见状，立刻就用控血术将龙兽的血液都吸出来，此刻的龙兽却拿他毫无办法，只能慢慢的被彩文吸干身体。另一边，象甲找上了那头遁地的龙兽，朝着那头龙兽的位置扎了进去，下一秒，龙兽就出现在他眼前，接着便露出了邪恶的表情，直接给龙兽来了一招千年杀，顿时就把龙兽逼出了地洞。就在龙兽一怒下想要拍死象甲时，枪甲一把抓住了他。谁啊？没看见老子正忙着吗？结果看见是枪甲后，顿时就尿了，这下完蛋了。等等，我投降，我再也不来侵犯虫兽领地了。上次这么说的家伙，坟头草都已经2米高了。说罢便直接给了他一拳。我明明只有2星时，却敢独自单挑3星龙兽，可在见识到他强大的实力之后，我却怂地躲了起来，想等枪甲和锋利解决完对手后一起对付他。但看到族群还在不畏生死的对抗龙兽时，我却心生愧疚。明明大家都在拼命的战斗，自己却像个怂包一样躲起来。紧接着便在心中下定决心，决定独自面对3星龙兽。傻大个，你在找啥呢？你虫爷爷在这呢！我的话瞬间就激怒了龙兽，下一秒就朝我追了过来，而我只能拼命的逃跑。没想到他一直消耗心力攻击，都过去大半天了，他的心力却还没耗尽。最后我将他引导进森林中，想要借助树木来牵制住他，只要能拖到锋利他们赶来就行了。傻大个，就凭你还想抓住我？做梦吧！紧接着我便开启轻斥的神速能力，瞬间消失在他面前。傻大个，我在这呢，你在往哪看？不断的利用速度优势和花螳螂的快刀，一刀一刀的划破他的身体。为此我还沾沾自喜道：傻大个，你根本抓不到我。他一怒之下，不断的使用霹雳斩朝我劈来，但我都能凭着速度躲开。不过我的心力却无法支撑太久，只能暂时的躲起来，减少心力的消耗。这时我又使用彩纹的能力，从他身上的伤口中吸收出他的血液，借此来虚弱他。就在他四处寻找我的同时，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惫，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血液正在不断流失，下一秒就顺着血液流失的方向找到了我躲藏的地方，紧接着便朝着我袭来。但此刻我已经来不及切换模式了，只见他一掌朝我劈来之时，再次发动了他的雷霆之力。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办法躲开，结结实实的被他的雷霆之力命中，瞬间就被击飞数米。小子，老龙不发威，真当我是病虫吗？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此刻被雷霆之力击中后，浑身都被麻痹，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，只能瘫坐在地。这时他一把将我抓了起来，终于抓住你了，你这只老鼠！小子，到此为止了，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。就在我以为要到此为止了，2星输给3星也是理所当然，心想着这段时间和伙伴们的日子已经很开心了。结果他这时心力耗尽，已经无法再使用心力攻击，看来是天不让我亡呀。紧接着便立马开启枪甲模式，挣脱了他的束缚，然后又使用枪甲的巨大化能力。只见龙兽不甘示弱的再次朝我袭来，就在这拳砸向我的瞬间，我一手就将他擒住了。结果意外的发现他的拳头竟然毫无力量，我还以为这只是我的错觉，但就在他袭来的第2拳后，我才知道那不是我的错觉。可是这时龙兽还在叫嚣道：能挡住我2爪，挺有实力的嘛。我心想，枪甲模式不至于让我与3星龙兽的实力有如此大的差距，看来是这头龙兽不擅长肉搏。见被我戳中后，龙兽慌张的掩饰道：我只是轻敌罢了。不过看他那慌张的模样，看样子是被我猜对了。紧接着便自信满满的朝他攻了过去，直接一招乌鸦坐飞机给他按在地上锤，接着再是一招老鼠偷奶酪击中他要害，再是一招老太太钻被窝直接将他击飞，肉搏战直接被我完虐。这时他还在叫嚣着：等我恢复心力，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不过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？这种暴揍3星龙兽的感觉实在太爽了，他不甘心的还在尝试使用心力，但还是没能恢复心力，片刻后就把他勒得一命呜呼了。没想到真的赢了3星龙兽，这种高光时刻得赶紧拿手机拍个照。我手机呢？弱小的虫族竟能撼动龙兽，以2星身躯击败3星龙王，随行的手工恶龙以及剑背甲龙都被一一击败，仅剩一头丰盛龙顽强抵抗。只见丰盛龙瞬间暴起，朝着青赤急速下坠，一脚将他踩在脚底，嚣张的怒斥道：区2星虫也敢挑衅我！花螳螂见情况不妙，立马召集黄蜂族帮忙。当黄蜂族就连丰盛龙的蜂场都无法突破，花螳螂这时说道：那龙的注意力并不在我们身上，蜂场比之前弱了不少，放手一搏，我们或许有机会突入进去。想突破蜂场，必须利用刀斩出更强劲的气旋，抵消蜂场的强风。来合作吧，乘着我的刀锋，我会将你送入蜂场之内。风茫茫和花螳螂相视一笑，相当大胆的策略。好，来试试看吧。紧接着风茫茫便落在花螳螂的双刀上，随即花螳螂便展开架势，准备好了吗？一声令下，花螳螂一招划空十字斩将风茫茫一并劈出。随着花螳螂的气旋，风茫茫成功穿过丰盛龙的蜂场，接着便立刻使出急速突进，成功命中丰盛龙。同时丰盛龙身边的蜂场随即消失，见蜂场消失，花螳螂等人立刻支援上去，在众人的围剿下，丰盛龙也被成功击败，倒在了他们脚下。这时风力才反应过来，小风找到了吗？好像有虫兽目击到小风被一头3星龙兽追入了森林。听到3星龙兽
兽的锋利一惊。这时枪甲说道：“身上的新装还维持着，至少证明小风还活着。”紧接着便立刻派出了矿区的虫兽寻找。此时一旁醒来的龙兽叫嚣道：“那个小风想必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吧？头可是我们中最强的，即便你们全员一起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头在杀死猎物前喜欢戏耍猎物，等头玩腻了，回过神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缓缓靠近，这似乎是一头龙兽的身影。还没等锋利等人反应过来，那头龙兽就立刻喊道：“那是头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”听到这的锋利眉头一皱，立马全员进入备战状态。这时我抬着龙兽的尸体疑惑道：“怎么了？大家战斗已经结束了吗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”看到我出现的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这时锋利问道：“三星龙兽呢？”我直接将那尸体丢在他们面前说道：“他就是了。”锋利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击败了三星龙兽，就你一个人？”我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我也没想击杀他的，本来只想拖住他，等你们腾出手再一起来对付他。结果他自己就把心力耗光了，然后我就把他击败了。”听我说的这么轻而易举，手工恶龙也是无语了。这不可能，仅仅一头二星虫就把头击杀了，连老大都栽了，那我们几个岂不是死定了？紧接着锋利对着那些龙兽说道：“行进路线、兵力都说出来，砍去一只，留你们一命。休想！我等誓死不从。不错，我等龙族绝不会向虫兽低头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但手工恶龙可不这么想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想死干嘛把我算上呀？我愿意吐露情报，只求几位虫兽大人能留我一命。”可此时锋利却觉得不对劲，这龙兽之前多次恶言相向，现在反水必然有诈。手工恶龙见状，立马求饶道：“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”他身后的龙兽一口一个叛徒大骂着，不过手工恶龙根本不在意。你们看，我和这两个蠢货不一样，小的只是认清形势罢了。几位大人想知道什么尽管问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。但其实此时他心里想着，只要等自己恢复体力，逃离这里轻轻松松，只要把这里发现新生虫王的消息带回去，不仅无过还能立功。不过他的这些小九九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我直接让彩文抽他的血，让他没有逃跑的体力。手工恶龙听完，人直接傻了。我只是想切个菜，竟直接劈开了桌板，就连在隔壁洗澡的微微都差点被我这一刀误伤。在这次和龙兽军团大战后，我们虫族损失惨重，有318位居民在这次战争中阵亡。不过有了这次经历，活下来的虫兽将会成为强大的军队。但虽然赢了，我还是不太开心。如果我要是不参加这场战斗的话，他们可能都不用死了。这时枪甲对我开导道：“那样只会回到过去，有限的空岛无法养育过多的虫兽，繁重的税会夺取每一个因老去重病体弱而无法劳作虫兽的生命。是您给了我们另一个选择，这是大家自己选择的路。虫王您不必自责，你应该倾听身后大家的声音。”当我转身发现身后的大家都在高兴的手舞足蹈，齐呼我的名字。我们赢了，虫王带领我们战胜了龙兽的军队，我亲手杀死了一头龙兽，家人们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看着眼前的虫兽一个个传来的感激之情，只见叶灵一族的人走了过来：“虫王，如果没有您带领我们歼灭龙兽，他们很可能会在这次袭击中死去。感谢虫王拯救我等一族。”下一秒，枪甲单膝下跪道：“虫王，对于追随您这件事，这里的任何一头虫兽都没后悔过，我等皆是如此。与您的相处虽不长，但效忠虫王，您是我等一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我等皆是您手中的利剑，我等愿献上性命，为您斩杀一切敌人。”看着大家一个个的举动，我也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心意。谢谢大家，不过献上性命就不用了，我的朋友不多，我希望大家都活着。这时看着叶灵一族温馨的时刻，花螳螂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人，此刻的他们一定很幸福吧。如果能回到那时，小风能像现在一样从天而降就好了。这时从花螳螂的身上飞出一道光，钻入我的脑中，我的意识被一道黑洞吸入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意识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突然我身旁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是枪甲和花螳螂。看样子是枪甲正在训练花螳螂，这花螳螂看上去还是小时候的样子，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。只见此时的花螳螂正在不断的连续他的利刃，一击便将树给砍断。看来这一个是花螳螂曾经的记忆，但是为什么这些记忆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我的脑子里？此时我回到了人类的身体，还在思考着那个神秘空间的画面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梦吗？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正当我边思考边握着菜刀切菜时，没想到轻轻一击直接将桌子一分为二。而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微微正在悠闲的泡澡，等她泡完刚起身离开，身后的浴缸顿时就被劈碎。还在状况外的微微立马用浴巾裹住身子。这时的我还没意识到闯了大祸，直到眼前的烟雾散去，刚洗完澡的微微全身赤裸的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瞬间被这一幕惊呆了，鼻血自动的就流了出来。此时微微转身看见我后，立刻就惊呼了出来，吓得我疯狂道歉，立马离开。等微微穿好衣服后，她哭泣的走了出来：“你竟敢偷看本公主洗澡，还说是菜刀砍断钢板，这种谎话真是流氓！对不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管，赔钱，给10万我就原谅你。”可我现在哪有钱啊？眼看着他在我面前呢，我也只好答应他，接着便写了一张欠条给他。我现在没那么多，只能先欠着，你可不能耍赖，你要是不还，等回到了银河，本公主有的是办法治你的罪。知道了，公主殿下，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去，要钱还有啥用？银河公主在洗澡。
却被我破墙闯入，全身赤裸出现在我眼前。在与龙兽大战后，我们又在手工龙兽的带领下，不断的阻击歼灭了不少龙兽。这时手工龙却累得走不动了，快起来！还没到休息的时候，还想不想活命了？真的没力气了，打死我也没用。看他确实走不动了，我便让风丽姐他们在此扎营休息一天也好。附近流窜的龙兽差不多清理光了，再往前就接近核心战场，就在这里扎营吧。紧接着便让枪甲等人在此休整。不过听风丽姐说，不远处就是核心战场了，我有点担心蜂王妈妈会不会有事。不必担心，听说这次2位蜂王会同时上阵，不会有事。这时我想，要不然到前线去看看蜂王妈妈他们。可还没等我说出口，就被风丽果断拒绝了。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但这不是我们能参与接触的战斗。这不是有风丽姐在吗？有风丽姐在身边，能有什么危险？风丽姐，咱们就远远的躲着看看，保证不靠近，求你了！我就想学习别的军队作战经验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风丽姐终究还是心软了。那好吧，只能远远的看看。看来风丽姐吃软不吃硬啊！记住，不能离开我视线，知道吗？在数十公里外，龙兽大军正在逼近，半空中，蜂军早已摆好阵列迎接龙兽大军。2大蜂王也在前线指挥作战，分别是蜂王妈妈带领的12000位黄蜂战士和雄蜂王带领的13000位雄蜂战士。只见龙兽大军气势汹汹的迎面而来，蜂王妈妈见状，立刻发动技能母仪天下，全体战士立刻就受到了蜂王妈妈技能的庇护。这时龙兽大军汇聚能量，朝着前线的风族大军一举而来，但都被风族战士抵挡了下来。紧接着，空中的龙兽大军朝着风族袭来，蜂王妈妈立刻指挥战士摆出射击阵型，阻断了龙兽大军的进攻。之后又派出战士迎击，没反应过来的龙兽大军顿时有点应接不暇。随后雄蜂王也发动了他的能力，帝王亲兵。只见战场上被龙兽袭击受伤的士兵，伤势立马就恢复了过来，顿时将龙兽打得溃不成军，无法再前进半步。这时，蜂王妈妈好像感应到了我的存在，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看来。我此时正在数十里外的山上观看着这场战争，看到这一幕的我不禁感叹，真是太厉害了！龙兽的军队完全被正面压制，那当然，这可是风族最精锐的部队，常年驻守在边境与龙兽们作战。风族间血脉结合已经历经数十代，军队能共享到双方女王的王技，带来同时增益。不过2位蜂王都有繁育任务，通常都是轮流驻守，同时出现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虽然我们蜂王自身实力在虫王中不强，但军团作战时可从未输过。听风丽讲完，我更加觉得蜂王妈妈的厉害。这时蜂王妈妈仿佛听到了我的夸奖，不禁笑了出来。蜂皇怎么了？小蜂他就在附近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见，他倒是成长了许多。2大蜂王联合出手迎战龙兽大军，原本优势的战局却被一只龙兽逆转，一群废物竟被虫兽压制，都滚开，我来！当他出场时，所有的龙兽都吓得纷纷避让。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？龙将打算亲自出手。此刻听到龙将要出手的龙兽们脑中只有一个字：逃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巨大的黑影朝他们缓缓逼近。等他们感到自己被黑影笼罩时，顿感不妙。只见龙将此时已经来到他们头顶，巨型的身体如流星般砸向地面。虽然身形巨大，但行动却十分灵活，可丝毫不顾底下的同伴，每次落地都留下一道巨坑。这要是挨上一下，铁定没命。我看到这一幕也是不可置信，没想到这么大的体型也能这么灵活。前线的黄蜂战士见状纷纷后撤，这时蜂王妈妈已经指挥后排的黄蜂摆好阵型。只见那只龙将泰山压顶般的朝着蜂群落下，但摆好阵型的蜂王妈妈丝毫不惧，立刻下令集火龙将。此时已经在半空中的龙将根本无法躲闪，直接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招，瞬间就被击退出去。可龙将吃满了这招的威力，却并没能将他重伤。只见龙将重整旗鼓，再次朝着蜂群而去。这次他十分聪明的利用自己灵活的身形躲避攻击，紧接着在口中吸气聚集能量，一招龙吸炮，顿时就将黄蜂战士的防御击溃。这时黄蜂战士手中的武器突然凌空而起，只见雄蜂族蜂王将武器召唤至身旁，四周布满了武器。接着一声令下，武器尽数飞出，全部朝着龙将袭去。此时在一旁关注的风力感觉到了不对劲，龙兽局势如此不利，为什么这龙将一点退走的意思都没有？风力刚说完，雄蜂王就出现了状况，原本的旧伤因为太过劳累复发了。蜂王妈妈见状，想让雄蜂王先下去休息，可雄蜂王担心这附近的村民势必要将龙兽击退，但这一切都在龙将的计划之内。我今日来可不是为了挨打的，就是现在进攻！下一秒，在龙将的号令下，所有的龙兽飞袭而来。蜂王妈妈顿感不妙，不好，是之前流窜的龙兽。只见从山丛中又飞出一群龙兽，哈哈哈，就是这样，继续给我攻击，总算露出破绽了。紧接着又一招吐息朝着蜂群袭去，再次将蜂群的防御击溃。一时间，蜂族的优势被逆转，龙兽占领上风。这时一直在坚持的雄蜂王已经开始顶不住了，已经可以了，玲玲，你不用勉强。结果下一秒，雄蜂王就晕倒了过去，幸好底下的黄蜂战士将其接住。此刻风力才意识到，原来龙兽的目的是在雄蜂王。几位虫王中，就雄蜂王最心软，经常透支身体减少蜂群受到的伤害，因此被龙兽利用，偷袭受伤，脏器的周围留下大量细小的碎块，一直被办法取出。龙兽大军撤退，龙军伤亡8700，虫军仅伤亡326，但这场战争却是虫军彻底输了。这就是虫王与龙将之间的战斗吗？虽然这次龙将撤退，虫军的损失也不到龙军的1/20，可因为雄蜂王受伤，只能由
由蜂皇守在前线，同时2位蜂王停止繁育。在新的蜂王继任前，蜂族将衰弱数十年。如果要是以人类的科技，雄蜂王的伤根本不算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耳边突然听到蜂王妈妈的声音：“小蜂，到妈妈这里来，妈妈带你见见几位叔叔。”紧接着，蜂王妈妈便带我来到一间密室。蜂王妈妈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妈妈与虫王开会的地方。网网珠能够通过丝线传递远处的声音。下一秒，另外几位虫王的投影出现在眼前。蜂皇结果如何？玲玲呢？她的伤势复发了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这几位虫王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时，中间的蝗虫王说道：“龙兽大规模进军，果然不简单。他们早就发现了5等之软肋。”一旁的独角王不耐烦道：“休养又要休养。”另一边的敲刀王说道：“他衰弱的那么厉害，我早说过，他那个状态根本就不该上战场的。”龙兽以全数驱逐出境，成功重伤龙将涛胜，我军几乎未损。这便是玲玲努力参战的成果。而且雄蜂王已经选出继任者，诸位不必担心。就在他们争吵之际，我爬上了另一边座椅，仔细的听他们争吵的内容。就在这时，蝗虫王提议，等新任雄蜂王成长，不如让雄蜂王交出王之力，转让给别的强者更为快捷。但蜂皇极力反对，我等王之力乃各族代代传承之力，也是最契合一族的力量，轻易转嫁他族未必能发挥同等力量。妈妈说的没错，你们的做法分明是趁火打劫。我刚说完，敲刀王好奇的看了过来，谁在说话？我立马招呼摄像头往我这边来。蜂王妈妈这时向他们介绍道，她就是那个自行诞生了王之力。原来传闻是真的。我紧接着举手示意道，我也反对，现在是2对2，小子，这里可不是小屁孩意气用事的地方。小子，去一边玩去，叔叔让虫送你甜树浆喝，少来这套。雄蜂阿姨的伤我能治，这样你们就没有理由再剥夺雄蜂阿姨的王之力了吧？小子，刚才我只当是小孩在耍小性子，在捣乱，莫怪叔叔铁手无情，别叔叔叔叔的叫，我跟你不熟。看见这一幕的蜂皇也不禁笑出了声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小黄蜂1个月时间，如果做不到，到时再剥夺雄蜂王的王之力也不迟。会议结束后，蜂王妈妈告诫道，小蜂你太莽撞了，但我表示我是真的能治好雄蜂阿姨，只不过我没有100%的把握。但蜂王妈妈十分慈祥地说道，尽力就好，没有虫会责怪你的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在我离开前往战场第2天，小鹅兄妹俩发现了缸里剩下的龙兽汤。哥，我们要不喝了它，说不定也能成为强大的虫战士。你喝吧，我的身形注定也成不了强大的虫战士。哥哥，身形只是外表，在我眼里哥哥一直都很高大，要是我能变成花姐姐那样帅气就好了。紧接着便一把将小鹅拖走，一人盛了1碗龙兽汤。在2人喝下龙兽汤后，身体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，但月娥觉醒了纺织线技能，小鹅则觉醒了透视眼和拟态技能。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战斗类技能，但听上去也不错。在手工恶龙的带领下，我们击溃了许多龙军。按照风族的规矩，愿意配合的俘虏会截掉1只后再放走，以防他们再次投入战斗。如果都杀掉，以后龙兽就会变得悍不畏死，这也是为了以后对付龙兽更容易。原来这就是战场上的智慧，只不过效率也太低了。这时我想到一个主意，立马阻止了枪甲他们对手工恶龙的行动。风力姐，枪甲叔，能把他交给我处置吗？枪甲和风力十分疑惑，我解释道，我有更好的办法处理他。既然虫王开口，那就由虫王处置吧。紧接着我便说道，首先现在就放了他吧。手工恶龙听我说这话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这么轻易的就放了自己，应该还有其他抓捕的龙兽吧，把他们也放了吧。听见我说直接把龙兽都放了，枪甲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过因为我是虫王，还是听我的话去将龙兽都放了。这时我对那些释放的龙兽说道，你们听好了，我是这的虫王，多亏了手工恶龙为我们提供情报，现在看在他的功绩，我特别允许你们和他一同离开。听我说完，这些龙兽顿时对手工龙兽一顿唾弃，我们龙兽中竟然出了你这个叛徒，你个走狗！紧接着就是一口唾沫吐在手工恶龙脸上。看着这一群不识好歹的家伙，手工恶龙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要不是我，你们几个哪有活命的机会？不过在手工龙兽离开前，我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这段时间相处，我都快把你当朋友了，分开还真有些不舍，路上小心，有空就回来看看，这里随时欢迎你。但手工恶龙可嫌弃的要命，谁跟你是朋友，自作多情。殊不知这只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风力他们十分不理解我的做法，当我只是让他们放心过后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。如果那家伙不是笨蛋的话，应该会很快回来。他们还是不懂我在说什么，一脸疑惑的挠头。我最近很忙，就不等那家伙了。说罢我便离开了。另一边，刚解放的手工恶龙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兽营，想要将这里有虫王的情报带回去立功。可下一秒他就察觉到了不对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那家伙放掉的龙兽不止我一个，我的情报就不是独一份了。等别的龙兽将情报带回，我的情报不仅变得毫无价值，而且所有龙兽都会知道我背叛了龙兽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我正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齿轮。这时小鹅和月娥2人赶来报告，有龙兽跑到村里来了，正是刚刚放走的手工恶龙回来了。我想见见虫王，没有恶意的，见到我来。手工恶龙立马弯腰尊敬的说道，朋友，你可算来了。兄弟，我有些难处，能不能让我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？我毫不犹豫的拒绝道，我只是说说客套话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我这里不养闲龙。手工恶龙听完顿时慌了，立马主动表示我可以干活的。这时我扭头朝慢慢姐2人问道，我们这个村子是不是缺一条水渠？手工恶龙听完立马附和道，水渠，打洞挖坑我最擅长了，让我来。紧接着他便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起来。小风，看我干得快不快？一旁的枪甲不禁疑问道，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我解释道，他的心思我一早就看出来了，无非是等着知情者死尽后，好清白想拿我的情报换军功罢了。所以你放了其他龙
兽便是为了绝他的路，好一招妙棋。不过让龙兽待在这里，虫兽们怕是无法安心睡觉了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确实是忽略了这个问题。只见其他虫兽都躲在树林里看着手工恶龙，不用怕，那是本王的俘虏，以后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。听我说完，小鹅两人立马投来钦佩的目光，好厉害，不愧是虫王，小风你好厉害。我的心里顿时暗爽，没想到他们接受的还挺快的。接下来只要让他住在村外，派几个虫兽轮流盯着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紧接着我便对小鹅嘱咐道：“麻烦你们把大家召集过来，将这件事传达下去。”于是，在所有的虫兽面前，我将这件事告知他们。龙兽和我们一样都是肉体凡胎，龙兽能抓我们的同族去充作劳役，我们同样也可以。龙兽根本没什么好怕的，做得好，想必今后这座城将不再有畏惧龙兽之虫。在没有任何科技的世界，我凭空制造出手术刀，将进行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。此时的我利用人类时的所学，制造出了水车，将河里的水引到了田里。小鹅等人见我又在房子里鼓捣东西，全都好奇的前来查看。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制作出很多稀奇的东西，令他们震惊不已。忽然毛毛震撼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我日夜祈祷起了作用，所以宇宙之神显灵，这才将聪明的虫王赐给了我们。”而此时的我正在为给雄蜂王的手术做准备，目前已经将手术所需的手术刀都准备完毕。看到小鹅他们都在门口站着看，我就招呼他们进来。他们进来后四处打量，这房子都是用木板拼接的，我第一次见这样的房子，看上去很结实。这时他们发现挂在一旁的机铠，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干什么用的？”那叫做机铠，是专门用来对付龙兽的兵器。按我的预想，应该能用来对付5星龙兽，不过现在还并没有完成。只见他们好奇地把玩着我制作的那些兵器。毛毛直接拿了一柄长斧和头盔给自己装备上，喜欢的话就拿去防身吧，那些东西留在我这里已经用不上了。这时候小鹅过来询问道：“小风，有没有适合我的武器？”我仔细地从脑中过滤了一遍，紧接着便去兵器堆里找了起来，拿出了一把发射器交给了小鹅。但这个发射器对他来说好像有点太重，他根本拿不稳，下一秒就被发射器压倒。抱歉，这里好像没有适合你身形尺寸的武器，你等等，我帮你改改。片刻后，我便带着小鹅来到靶场练习。树上的靶子被命中，直接将树贯穿出一个洞。刚才那一击是从这小东西里飞出来的吗？好夸张的破坏力！此时的小鹅愣在原地，不一会就激动的眼里泛泪。这时我又拿出几个移动的靶子让小鹅试试。小鹅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了，枪口朝着我胡乱的挥舞，吓得我左右躲闪起来。只见小鹅弹无虚发的全都命中靶子，就连躲在树后的靶子都能命中。我好奇的问道：“有几块藏在树后面的靶子，你是怎么射中的？因为我能看见啊，这是我成为虫战士后的天赋能力，一个伪装一个透视，可惜战场上根本派不上用场。”小鹅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天赋的厉害之处，但我听完就被震惊，这不是超厉害的能力吗？小鹅疑惑道：“很厉害吗？”我给他解释，如果你躲在敌人看不见的远处开一枪，然后再伪装换个地方会怎么样？这时小鹅才意识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敌人就找不到我，我还能不断的偷袭他。忽然，我的意识再次抽离，下一秒，小鹅和月娥出现在我眼前。等把你送回家，哥哥立刻去给你找吃的，你躲在家里，哥哥给你带好吃的回来。紧接着，小鹅便出去觅食。只见他在采摘蘑菇时，一只龙兽出现在他身后，幸好小鹅及时起身，避开了龙兽的偷袭。发现龙兽后，小鹅拔腿就跑，偷偷的躲到一旁的树丛中伪装起来。此时的龙兽都走到小鹅面前了，也没能发现小鹅。接着，小鹅便趁机溜走了。看着曾经的小鹅为了妹妹四处寻找食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小鹅这么了不起。在这万里沙漠中，我们穿行千里，来到一处洞穴。那些被虫族流放的居民，为了躲避龙兽，大多都盘踞在这。这里就是有名的混乱之地，弱肉强食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。甚至在没有食物时，互相猎食都是经常的事。只见在这里的泥蜂族十分凄惨地吃着仅有的食物，怎么又吃这像泔水一样的东西？我才不吃这东西！下一秒，他一把将食物丢掉，原本装着食物的碗洒落在天牛虫脚下。天牛虫弯腰将碗捡起，这贫瘠的地方，食物可是很珍贵的。我泥蜂族长就是饿死，也不会吃这玩意一口。就在这时，我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许久不见，泥蜂族长，谁敢闯到我泥蜂的地盘里来？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们了？本王王小峰看见是我们的泥蜂族长一惊，本族长虽然落魄，也轮不到你们来欺负我，是来给你们一个离开这里的机会。听见可以离开这里，泥蜂族的族人顿时看了过来，但此时的泥蜂族长却还十分嚣张地说道：“我看就不必了，既然来了，那就留下吧，姐姐们会好好疼爱你的。”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化，一点记性都不长。紧接着我便招了招手表示，那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谁要是能单独拿下我也不是不行。天牛虫，去把这小子拿下。下一秒，天牛虫就朝我袭了过来，不过我完全不慌，单手便挡下了他的一击，令他如何使劲，手都被我紧紧抓住，纹丝不动。这时的他才意识到，这怪力，你是1星以上的虫战士？我淡定地回答道，是2星。接着轻轻一用力将他放倒，立马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顿时就将天牛虫击飞，把一旁的泥蜂族长人都看傻了。竟然一击就，本王不是在和你们商量，若不是本王有件事需要尔等能力辅助，这才给你们一个选择机会，臣服或是留在这里，你们自己选。泥蜂族听完，立马就表示臣服，我等泥蜂一族愿意效忠虫王。没想到虫王这么看重妾身等，妾身等一定竭尽侍奉虫王，为虫王开枝散叶，这直接给我听懵了，什么玩意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只见我身后的花螳螂立刻展开他的2把巨型镰刀手，
顿时吓坏了泥风族。听着，这可是虫王，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天牛虫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花螳螂，竟然晋升到了2星，跟着这拖油瓶居然都提升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几时是拖油瓶了？收编泥风族是主要目的，你要不愿意效忠也罢。紧接着，我便带着他们离开了这里。这时枪甲朝天牛虫问道：“你不跟上吗？”可天牛虫却表示自己已经没有脸面回去了。我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或许这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那你就甘心埋没在此？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这可不像你。跟我回去赎罪吧，这地方可洗不去身上过去的罪孽。我真的还有改变的机会吗？我可以，你又为何不行？在黄蜂的世界，我运用了人类智慧，制造出了手术刀，打算给雄蜂王进行手术，救治雄蜂。但当我将想法告知雄蜂族守卫时，没想到你这么小就精通草药了，不懂哦，我压根没学过，确实不懂哦。我打算对蜂王进行手术。雄蜂族守卫好奇道：“手术是什么？”我向他解释，手术就是刨开受伤的位置，然后对内部进行治疗，最后再将伤口缝合。雄蜂族守卫听我说完，脸色顿时黑了下来，这也能治伤？简直把我们蜂王当成布娃娃一样，直接就将我丢了出去，赶出了雄蜂王宫殿。小娥和月娥两人见状，关心的询问道：“没事吧，小蜂？有没有摔伤？蜂王不需要你来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离开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赶紧滚！”气势汹汹的将我驱赶走。这时，恰好路过的微微公主撞见这一幕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听闻黄蜂族的雄蜂王要来治疗母后重寿呢。这时，雄蜂族守卫告状道：“被我们赶走了，说什么要刨开蜂王的身子，再用针缝上伤口，这简直是要害死蜂王。”微微公主听完他们说的，联想到这不是外科手术吗？就急忙赶来追我们。而此时的我还没意识到他们为什么驱赶我。我叙述的方案明明那么完美，难道是我叙述的不够仔细吗？不，就是因为你说的太详细了，才会被赶出来的。就在这时，微微公主追上了我们。小蜂殿下，请留步。小蜂殿下，你说的手术有试验过吗？我只在小动物身上试验过，有80%的几率成功吧。听我说完，微微公主立马就邀请我回去给蜂王进行手术。见微微公主将我们找回，雄蜂族守卫不放心道：“微微殿下，你真的打算让这家伙治疗蜂王吗？”微微公主也意识到他们都不放心，立马安慰道：“诸位姐姐，黄蜂族与我等雄蜂一族是世交，绝不会做出危害蜂王的事。蜂王身体日渐衰落，焦急的心情我与诸位是同样的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，还请诸位把路让开。”听完微微说的话，雄蜂族在思索片刻后，主动的就让出了一条道。紧接着，微微公主就引领我们进入宫殿。此时的雄蜂王像似熟睡一般躺在床上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，小蜂殿下，交给我吧。小娥消毒，月娥准备工具，我们开始吧。紧接着，我运用泥蜂的麻痹技能和小娥的透视技能，开启手术模式，对蜂王打入麻痹毒素，就如同打麻药一样，对他进行麻醉。之后开启透视眼，可以一清二楚的看见蜂王内部情况，然后便开始进行开枪了。小娥和月娥两人在一旁辅助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最后再运用月娥的纺织技能进行缝合。小娥和月娥两人也没想到，他们的技能还有这个作用，只不过我的手法粗糙，想要100%成功，还要看那个东西。紧接着我便打开了龙泉汤，将汤倒在了蜂王的伤口上。在离开前，我嘱咐他们，之后只要不出现感染，静养几天就没问题了。感谢小蜂殿下，不用客气，真正拯救雄蜂族的应该是你，没有你的支持，手术也不会有成功的机会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说罢，我们便离开了这里。没想到这个虫族世界已经发展出能进行手术的地步，没想到虫族中居然还有懂技术的家伙。在3天之后，微微公主高兴地跑到宫殿，原来是雄蜂王醒了过来。见到已经恢复的雄蜂王，微微兴奋地一把扑进蜂王的怀中，对雄蜂王的手术顺利完成。而另一边龙巢内，微微公主的心情十分不错，她不断地夸奖我做的饭比皇宫的还好吃。仔细想想，公主以前锦衣玉食的啥也不会，我当初怎么鬼迷心窍把她带回来了？现在每天还要给她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我都成家庭主妇了。明明同样是叫微微，相比之下，雄蜂族的微微就端庄多了，而且温柔性子也是我喜欢的。吃饭时，我跟她提到机铠已经基本完成，已经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，过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可没想到微微这时却突然激动道：“这么快？多久？1周还是说明天？倒也没你想的那么快，毕竟我们都没有驾驶过机铠，应该要花不少时间训练。”一听这话，微微居然露出了庆幸的表情。在这期间，我不断的用模拟器连续操纵机铠，但进度却差强人意。看见我一直失败，微微却好奇的想要上手试试。我靠近她身边，教她如何操作。这个是操纵杆，是用来控制移动位置的。这时，微微竟然脸红了。不过此时的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微微的变化。没想到才第一次上手，微微竟然就成功通关了，激动的手舞足蹈道：“小蜂，快看，我通关了！这可是很多拥有上级军衔的驾驶员都达不到的分数，难道这家伙是天才？你有这样的实力，根本不用多加训练，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。练习和实战不一样，我胆子小，等真正驾驶的时候，我肯定不行。”说罢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什么情况？当初提出想要离开的是他，现在好不容易能离开了，怎么不高兴的还是他？回到虫族后，蜂王他们又开启了一次会议。玲玲，你能痊愈真是太好了，多谢2位的关心了。切，他们之前可不是这么说话的，他们平日里的德行我清楚得很，怕不是在想剥去我的王之力，好让他们手下亲信取而代之。说完也是让其他几位蜂王很是尴尬，我们当时也是为了整个空虫一脉考虑，希望你能谅解。突然，蝗虫王发话了：“好了，还是聊聊正事吧。”
如今我等原本的5王皆在，又添了一位新虫王，更有一位龙将重伤。诸位，这是我等100年内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你莫不是想，是不是太早了一些？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。这时蝗虫王说道：“听好了，小子，我们要组建远征军征讨龙兽，时间就定在2日后。”一旁的另一个虫王说道：“我们需要至少半个月时间整编军队做准备。”可蝗虫王丝毫不打算等待，拖拖拉拉只会延误战机。2日后我便会出发。若诸位感兴趣，我会在草原恭候各位军队的支援。说罢便断开了通讯。我好奇地问蜂王妈妈：“组建远征军具体要做什么？”我们从龙兽手中夺回过去的领土，各王再进行分配，这对你是一次不错的机会哦。小风，我惊讶道：“夺回领土，扩大领地。”当我将这件事跟毛毛他们说后，他们十分高兴。太好了，这可是100年之内的第1回。这时候风力出来说道：“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去，还需要留下虫兽看管和保护领地。我们几个可都是对付龙兽的好手，我看不如挑几个弱一些的家伙留下吧。”这时一旁的泥风不爽了：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不过风力提议，黄蜂中我会让风茫茫和风漫漫留下，其他虫就让抽签决定吧。最后远征的成员由抽签筛选了出来，而没中签的只能留下看家了。此时躲在一旁的手工恶龙起了坏心思，这可是个大消息。就在这时，我找到了手工恶龙，原来你在这呀！我已经和风力姐说好了，你不用抽签也能去哦，看好你哦。